一个龅牙的小小虞姬，竟能凭借一己之力逆袭成为刘銮雄的最后一任妻子，稳坐后宫不说，所生女儿刘秀叶还被当作心头肉，百般呵护。如今更是掌控着丈夫数百亿的资产，她的逆袭之路在香港属实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港娱女星的绯闻对象刘銮雄是如何被相貌平平的甘比所拿下的。1999年，港媒爆料梁咏琪插足邵美琪和郑伊健的恋情，这给港娱带来不小震动，一点也不亚于当初卓伟爆料文章出轨姚笛给内娱带来的震撼程度。而曝光此事的记者正是刘銮雄的妻子甘比。甘比原名是陈凯韵，当初在入职苹果日报当记者时，为了给自己取个洋气一点的笔名，他就用自己最喜欢的动漫《娱乐金鱼眼》里会飞的金鱼甘比作为自己的笔名。此时入职的甘比由于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公司觉得他很多工作胜任不了，就经常给他安排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随着一段时间的历练，甘比凭借着出色的文笔得到了领导的赏识。结果没多久，领导就把甘比从文字记者的岗位调换到了新闻最前线的娱乐记者。刚刚转职的甘比难免会被安排去采访一些性格比较古怪、难相处的明星大腕儿。尽管如此，甘比还是靠着自己的高情商闯出了一些名堂。像当初外界虽然一直在传双旗夺面的消息，但没有一家媒体拍到过证据，这个消息也一直被当作是捕风捉影般的存在。而此时甘比为了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一直守在郑伊健楼下，这一蹲就是1个多星期，结果没拍到一点证据。不过他也没有放弃，直到郑伊健生日那天，拍到了梁咏琪从郑伊健家出来的照片。正是因为这张照片坐实了郑伊健出轨梁咏琪的消息。由于他是唯一拍到这张照片的记者，他也开始在业界扬名。虽然出轨事件被甘比曝光，让梁咏琪的事业遭到打击，但他也没有因此找甘比的麻烦，反而和甘比成了好友。之后甘比在跟拍伏明霞和梁景松的恋情时，也是通过高情商获得了双方恋情的第一手资料。跟其他娱记暗地里偷拍不一样，他选择把自己的一切行动安排提前告知伏明霞，从而获得了对方的信任。之后更是尝试跟伏明霞打心理战，只要他一出门，甘比就立马出现在他身边，为他拎包，照顾他的出行安全。相处久了，伏明霞也从一开始厌恶的态度逐渐变成接受，直到成为习惯。两人甚至一度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然而拿下伏明霞并不算什么，就连娱乐圈内公认私下最难相处的周星驰都愿意对甘比一展笑颜。周星驰性格古怪，私下里很难相处，当初不少记者和主持人都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然而面对这样一位难搞的明星，甘比一样靠着高情商将其拿下。据说两人在采访时聊得十分投入，甚至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采访结束后，周星驰还曾带着甘比去逛小市场买金鱼，两人私下里更是经常一起约着吃饭。参加少林足球的庆功宴时，周星驰还当着诸多大咖的面越过了何超琼，捏了一下甘比的脸，这一行为也是让在场的嘉宾感到震惊。总而言之，甘比的高情商操作放在其他记者身上都是相当炸裂的。他与伏明霞、梁咏琪做闺蜜，与周星驰做朋友，无异于卓伟跟文章称兄道弟。也正是因为他的高情商，才让他有机会敲开刘銮雄的心门。当初甘比第一次采访刘銮雄时，由于他的镜头离对方太近了，引起了刘銮雄不满。面对即将要生气的刘銮雄，甘比也是灵机一动，用一句你是不是怕我拍到你脸上的大痣啊，化解了现场的尴尬，还因此给刘銮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2年，在周星驰的牵线下，甘比辞去娱乐记者的工作，入职到刘銮雄的公司，并担任全职助理。靠着高情商，甘比已经给刘銮雄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日后的他安分守己，也为他打下嫁入豪门的基础。刘銮雄号称资本狙击手，但凡出手，最后都收获颇丰。在生意场上，他有着老道的经验；在情场上，他也有着毒辣的眼光以及丰富的感情史。刘銮雄的原配妻子保永琴，两人曾一起在加拿大留学，一见钟情的两人的确有过甜蜜恋爱的经历。只是毕业后，刘銮雄和父辈们的经营理念不同，决定自己创业。保永琴得知后，央求母亲抵押自己唯一的住房，拿出全部的积蓄，并卖掉嫁妆，东拼西凑给刘銮雄凑够了创业资金。婚后两人的配合更是默契，保永琴负责外交，刘銮雄负责公司的内部事宜。在妻子的帮助下，公司也从22人的小作坊变成了万人工厂，而刘銮雄更是仅用2年的时间做到了存款过亿。可以这么说，刘銮雄人生的第一个亿里有一半是保永琴的功劳。但钱壮色胆，
九丝银玉。这句话放在刘銮雄身上也是一样的。在事业上获得足够多的成就之后，刘銮雄就不再把保永琴当作爱人，反而当作自己踏上财阀之路的台阶。在保永琴的支持下，刘銮雄转战股市，4次击垮上市公司，成为4大富豪之一。仗着富豪的身份，刘銮雄开始放纵自己的感情，第一个目标就瞄准了李嘉欣。为了博取李嘉欣的欢心，刘銮雄随手便赠送出价值800万的房产。刚送完房子，又因为李嘉欣一句衣服太多没地方放，又是大手一挥，送出价值2000万的半山豪宅。令李嘉欣感到心动的是，刘銮雄会为了让他吃上喜欢的肠粉，在电梯停电的情况下，专门捧着几十块钱的肠粉爬20几层楼。19岁的李嘉欣也是恃宠而骄，他明知道刘銮雄家里有正式妻子，却依旧什么都不怕，有时大半夜还会专门给保永琴打电话，一口气骂对方9遍脏话。面对气得够呛的保永琴，刘銮雄依旧对李嘉欣温柔以待，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结识到跟李嘉欣一起拍摄的关之琳。在有了新的目标之后，李嘉欣瞬间失宠，依旧靠着金钱开道，只要是关之琳喜欢的豪车豪宅、金银珠宝，刘銮雄也会都悉数奉上。而关之琳也同样不在乎刘銮雄有家室，只当两人是在玩过家家的游戏。但因为性格不合，两人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此后，刘銮雄又不断挖掘美女来充实自己的后宫，像蔡少芬、洪欣、袁洁莹都曾和他有关联。当然，除了娱乐圈里的女星，刘銮雄更是与香港知名律师王颖宇、双料博士生吕丽君都有暧昧往来。跟保永琴离婚后，刘銮雄更是扶持吕丽君成为自己的第2任妻子。然而，靠着情人尚未成功的吕丽君，并没有吸取保永琴失败的教训，在得知甘比成为刘銮雄的助理後，時常跟劉銮雄鬧脾氣，這惹得劉銮雄也曾對外說：我識阿甘比呢10幾年，佢從來冇要求我買任何禮物，或者俾任何錢，但係呂麗君就不停用唔同嘅藉口嚟攞錢，攞極都唔夠。不爭不搶的甘比不僅讓劉銮雄對他心生好感，也讓婆家人對他很是喜愛。只因不爭寵、安分守己的甘比，在劉銮雄身邊始終保持着一副謙卑的模樣。別人不屑於討好的婆婆，他卻經常陪着對方聊天逛街，即便手裡還抱着自己的女兒，他也會伸出一隻手攙扶婆婆。其他幾任女友都急着向媒體宣布自己正宮的身份，讓助理喊自己太太，發文更是把劉銮雄稱作是老公時，甘比卻一點都不着急，安靜地做着自己的情人。如此懂事明事理，不僅讓劉銮雄對他有着強烈的保護欲，婆婆對他也是越看越滿意，而對呂麗君的印象卻越來越差。同樣是為劉銮雄生孩子，呂麗君進產房，婆婆一直都未曾露面，反倒是甘比進產房時，婆婆是第一時間就趕到了醫院。劉銮雄因腎功能衰竭住院時，其他幾任女友都只來探望過一次，身為太太的呂麗君更是只站了10分鐘就走，唯獨甘比心甘情願地留下來，寸步不離地守着術後的劉銮雄。早年劉銮雄或許更看重顏值，但到了晚年，他想要的不過就是一份忠誠和安全感。於是不爭寵、安分守己的甘比就贏得了劉銮雄的心。再加上這段時間裡，劉銮雄也算是看清楚呂麗君真實的為人，出院後果斷發表聲明跟呂麗君分手。不僅如此，還把對方這些年來所有的陋習全部曝光出來，什麼愛貪小便宜、無理取鬧，總之字裡行間都充斥着他對呂麗君的不滿。此事過去沒多久，甘比就和劉銮雄註冊結婚了。接受採訪時，劉銮雄更是直言道：甘比會是我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女人。所以說，豪門妻子身份的爭奪戰就如同現實版的宮鬥戲，而甘比就利用自身的經歷告訴眾人一個成功的秘方：不爭有時就是一種贏。相比起李嘉欣的咄咄逼人，呂麗君的無理取鬧，甘比雖然表面上看着不爭不搶，但私下裡他卻早已為自己嫁入豪門做足了準備。在外人看來，這段戀情完全是劉銮雄在老牛吃嫩草，而實際上甘比靠着這段戀情在背地裡也沒少佔便宜。當初甘比還在做助理時，他便為姐姐陳詩韻爭取到了去美國留學的機會。後來姐姐獲得了美國工商管理學的學士學位，妹妹陳諾韻也去了英國，得到了倫敦布魯內爾大學的商業及管理的學位，以及倫敦正經科學學院的信息及社會心理學的碩士學位。親姐姐和妹妹留學畢業後都立刻回到香港，加入了華人置業，目前也分別擔任着華人置業的行政總裁以及執行董事。甘比中學就輟學了，即便有劉銮雄的撐腰，也不可能在公司管理群中站穩腳跟。於是在呂麗君還在爭風吃醋時，甘比已經不動聲色地為自己發展了外戚力量。
了。除了有家人的助攻，女儿的存在也为甘比上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说刘銮雄一生育有7个孩子，但真要论起来，甘比的大女儿刘秀叶绝对是最受宠的存在。虽然刘銮雄错过了刘秀叶的出生，但毕竟老来得女，刘秀叶从小就被他放在心尖上宠。2015年趁着女儿生日，刘銮雄送给女儿刘秀叶2颗价值6亿的钻石，随后又买下位于渣甸山高市美道5号的豪宅送给女儿，价值4.6亿港元。一天时间内在女儿身上花了近10亿，赌王也不见得会这么花钱。隔年刘秀叶生日时，刘銮雄又买下一层顶楼花园，命为秀叶空中花园，送给女儿做贺礼。刘秀叶喜欢追星，刘銮雄便豪掷100万港币，让他站在偶像身边共唱一首歌。10岁的刘秀叶喜欢上史莱姆，更是突发奇想，想要做个自己的史莱姆。于是刘銮雄出钱，甘比做宣传，为女儿搞了个正规的品牌公司。去年刘秀叶又和妈妈甘比开了一家公益餐厅，这家餐厅主旨是给特殊人群提供就业机会，还能为遇到困难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免费食物。看着如此才华横溢的女儿，刘銮雄自然会把全部的宠溺放到她一人身上。有网友估算过，年仅12岁的刘秀叶名下便有价值50亿的资产和珠宝。或许也正是看到甘比的商业能力，刘銮雄也在退位后把华人置业董事长一位让给甘比，并将400亿身价悉数留给了他。甘比一步步从最底层爬到香港女首富的地位，或许会有人不耻甘比的做法，认为他拿自己的青春投入到豪门中一点都不值。相比起他拿走20亿获得自由身的吕丽君，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但或许甘比靠着自己的高情商、不争不抢的性格，即便没有刘銮雄在背后撑腰，他也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而如今甘比利用自己的睿智和聪慧，在刘銮雄的后宫佳丽之中脱颖而出，将一手烂牌打成王炸，谱写自己的传奇人生。不得不说，他还是挺厉害的。